美国对乌军援成了数字游戏，共和党、民主党五角大楼三赢，但代价是什么呢？大家好，我是肖云华。最近五角大楼查了5年都没有查明白的账，在乌克兰军援问题上忽然透明了一下。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五角大楼最近透露，在一轮自查中，他们发现之前一批援乌的武器报价虚高，按照更新成本而不是账面净值算的钱，因此当初的报价比实际价格高出了30亿美元。30亿美元不是一个小的数据，根据今年年初的数据统计，从去年乌克兰危机爆发至今，美国向乌克兰输送的军援总额大概在800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五角大楼的一次虚报就吞掉了近4%的援乌经费。但是更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还在后面。按照常理说，查账查出这么一大笔的出路，放在其他任何地方，肯定要有人站出来负责了。但是这件事曝光之后，并没有人员被五角大楼追责，美国国会也没有人站出来说要追究五角大楼的责任。恰恰相反，美国丧事喜办，称因为五角大楼上报了这笔虚报的经费，所以美国又平白多了30亿，能够用来给乌克兰购买新武器。泽连斯基的夏季大反攻不用再额外要求国会批钱了。五角大楼的这次错报说是自查的结果，其实更像是拜登政治操作的结果。这几天拜登政府主要在忙2件事，都和乌克兰的经费直接相关。第一件事是在尽量少削减财政支出预算的前提下，尽快督促共和党在债务问题上妥协。第二件是在G7峰会上通过鼓动所有与会国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来彰显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领导能力。这笔30亿的意外之财刚好可以让拜登通过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继续拿钱彰显美国对乌克兰反攻的支持。而且30亿只是现在查出来的额度，根据五角大楼的说法，这种实价和虚价之间的报账错误在过去1年里长期存在。现在五角大楼还在不断向更早的日期自查，也就是说，只要有需要，30亿很可能会变成35亿、40亿等等。同样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乌克兰背的是一本糊涂账。如果美国不公布出来的话，恐怕乌克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多备了几十亿美元的债务，成了妥妥的大冤家。除了拜登之外，这次查账也让五角大楼和共和党获得了好处。从2017年开始，美国政府就一致宣传要查五角大楼的账，结果5次审计都失败了。这次五角大楼说自己查出了问题，美国媒体立刻跟进，援引军方发言人的说法，给之前5年查不出来的账洗白，说五角大楼不是不透明，而是数字太大了，所以才不断审计失败。而在共和党一边，对这件事的说法是提出查账的是共和党议员，最后也果然查出了问题，证明查账是正确的、有必要的。共和党为美国的财政事业做出了贡献。不得不说，拜登不愧是老婆的政客，一笔错账最后居然能够让民主党、共和党和军方3赢，没点手腕真的是做不出来。但是这种3赢不是没有代价的，无论美国媒体再怎么营造皆大欢喜的氛围，也不能掩盖美国军费现在已经彻底成了两党和军工复合体利益交换的数字游戏这个事实。政客和军火商赢了，输的只有被掏空腰包的老百姓和无动前线连命都要被拿出来交易的乌克兰士兵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